我哥问你好。他怎么样？要是能探视了，还想着去看看他呢。你去看他呗。干嘛呀？让他在里面给你开个庆功宴庆祝一下。说起来也是他带我入行，要不是因为那笔贷款，我也不会去龙源。你别搞得你去龙源有多愿意啊！我哥对得住你。是，没错。你现在再让我回总行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乱七八糟，倒不如在下面做一做业务。当初这么跟他对着干，你现在觉得自己错了啊？我们俩谁对谁错还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咱往后看。董事长，林代理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坐。董事长，嗯，我已经带林代理行长见过了分行5个部门的领导，林代理行长也发表了自己的讲话，很深刻，我们都学习了。都学习什么了？哦，这个林代理行长你自己跟董事长汇报吧，我怕我转述不完整。这也没什么啊，我就是让祝峰山协助曾百川，先查一下这个分行的窟窿到底有多大，同时也希望您能支持我，让总行的业务部门给我一个真实的账目，咱们得搞清楚到底有多少损失嘛。再看看有没有和问虎集团有关联的呆账、坏账。啊，这就是你准备到任以后首先要做的工作。对啊，咱们得尽全力配合有关部门调查，只有这样，咱们才能尽快的从风波里脱身啊。很好。分行的账你可以慢慢查，但总行的账你没有这个权限吧？啊，不是让我代理陈行长的所有职务吗？那陈行长也是总行的副行长啊，他要看一下业务部门的账，这不可以吗？当然不行，你的任命里面没有让你代理总行副行长的职务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你是代理过来盯摊的，董事会开完以后决定你的去留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你龙源行，你没有资格在这开脚。钱波，啊，那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我得好好想一想。林强，你坐。哎，我看这样，你先回龙源行主持日常工作，我会让人力资源部明确你的职务任命。行。那你们要是不同意，就尽早把我辞了吧。那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干。哎，那就不打扰您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董事长，你什么都不教他，就把他往我这儿带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但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咱这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您就让我把这个位子接了，您现在下决心还来得及。我下什么决心？老爷子任命他代理陈兴远所有职务，不到24个小时，我把他给解平了，笑话吗？我看老爷子真是老糊涂了，他以为他能控制一切，这叫什么控制啊？死路一条。
帮我约见老爷子，说我现在就要见他，我要问他，他是不是想亲手把银行给拆了？要是的话，就提前跟我打声招呼，不要弄这么个小猴子到我面前来胡说八道。对的嘛，是吧？你昨天几点睡的几点？是不是？现在我真正你还甭说，还真是这俩人啊，又掰。老谢怎么着？这是恶人先告状啊？没有恶人，我都让你给弄失业了，告状也没用啊。我们就是陪邱老闲聊。我这找老爷子汇报工作，你准备旁听吗？不，那没。邱老，那我们先回去。邱老这几天啊，又得跟您约着打牌了。别，你们俩打得太精了啊！到最后我得输的什么都不剩了。就缺您这样的。哎，你先别走，我还有句话想问问你。你是这个董事会的一员，我让林强接替你的职务是我决定的，我想问问你的个人意见。这个，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，不许打哈哈。总行做的所有决定，我全力支持。林强年轻，放在我以前的位置上，缺经验。可是分行瞬间安静了，这说明什么？人选对了，邱老的魄力。那孩子没野心，人正直。正气凛凛。这张嘴太黄了啊！你应该说评书去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好。我只能给你5分钟。我今天的心情差到底了，想骂街哭丧。我干不了了，没见过这么拆台的。我答应您林强的人事安排是为了求太平，但是现在呢，这林强就是陈新远派来的，还没进门呢就呲牙，进了门就该动刀子了，可以不用钱帛。我们是商量过的这件事，让钱帛接，天下大乱，私心太重了不好。那也不能用林强。我们可以选其他人。老爷子，这陈新远在幕后这么搞，我不能无所作为的等着他祸害我呀。谁无所作为？你无所作为吗？你为什么要解散监察部？我没有解散监察部啊，老爷子，我是要改组，就是因为监察部的工作不力，文虎案件才会蔓延到今天这个样子啊。这是我分内的工作，这是银行内部的工作呀。我知道啊，有很多人就用这件事泼我脏水，但是现在，您保护我，就是保护银行，就是保护您一生的事业。你说你是没问题的，不是你的问题，对吧？可以的，我可以相信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比我更想让你不出事儿的。关于监察部这件事儿，我会马上召集董事会，召开全体会议，让董事会根据董事会章程来裁定这件事情。邱老，该量血压了。你先出去。邱老，出去。老爷子。
过来吧，别在那儿站着了，喝点茶啊。行李啊，目前他处在那个位置上，老邱呢肯定是要给他留点面子，逼着我表态。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怎么不问我？拿我甩锅倒是挺有本事。老头呢，肯定保住银行是第一位，所以说，你我的面子在他眼里边真的不算什么。你比如说就这个张龙虎啊，行李拿没拿他的钱，拿了多少钱，钱存在什么地方，资金是怎么流出去的，你我心里清楚吗？上面都查不清楚啊，你问我。万一上面最后给下来的结论是，行李手脚是干净的，他没拿钱，仅仅是个失察之罪，那我们就把人家从总行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下来。可能，你信吗？张龙虎在总行所有的账目，我都看过。那关联的企业多得数不清，窟窿扯得比天都大。怎么？张龙虎是他亲爹啊，非得用命去赌？其实这些事情你我都清楚。你说老邱能不看账吗？他这个岁数啊，只是希望一切都能够安稳、平安无事。可金融监管部门、公安部门是吃干饭的，就看行李那大黑眼圈儿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夜不能寐呀！那他现在最想做的，就是扯一大堆窟窿，把原来那洞给堵上。可惜啊，最后整个银行要给他殉葬。这也是老邱把林强放在目前这个位置上的作用。老头真是担心行李有事儿。电话约干嘛？给他放开手脚，就让他捅破天。坐，坐。我已经在做了，我已经在弄了，您看一眼。先别做了，我想过了，你这么帮我，将来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呀，被他们查到，那你就是做伪证。你哥，我哥他无能，我不一样，我有我的办法。我查到陈新元几次出差记录，还有他出国访问，我可以把这些单子全部关联过去，我可以做出假的资金往来，或者我给他弄一个海外账户往里存钱，我可以伪造他的存款记录，您觉得呢？你还愿意做？我愿意。需要用钱，就从这个账号转到他的账号。董事长，这是什么账户？诺亚方舟嘛，世界末日的时候用的。钱伯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我劝你啊，别在金融圈干了，拿着这笔钱，找个地方养老。我们是自己人，你能去看你哥的时候，给我带句话，说我向他道歉。
今天呢，两家龙源行合在了一块儿，咱们终于是一家人了。为了龙源行，干杯！干杯！别，大家都吃起来啊！边吃边听。我这个人呀，不大会当领导，吃起来。再开动。也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几个事儿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大家也清楚，最近行里的变动比较大啊，人事上的、行政上的。我想说的是，不管它怎么变动，我们龙源永远是一家人。哪怕以后来了新的领导，或者是我继续管理下去，我们再也密不可分，再也不会出现亲兄弟还需要竞争的情况。我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，这一杯，敬各位。干杯！这个二一个呢，就是也算是老生常谈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规范，不要以为一些很小的事儿啊就放自己过去，可往往这个时候，监狱的大门就已经向大家敞开。我前2天听了一个事儿，储户把银行给告了。那储户是去银行存钱的，那柜员拿出一张单子让储户签，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字儿，挪用储户的钱去买了理财，就为了挣那么一点佣金。总的来说，诸如此类的事儿，哪怕是比这个小，甚至比这个大，我希望你们引以为戒，千万不要去做。我也年轻过，我知道大家也会努力想办法去开拓客户，去提高业绩，吸储。但是各位想清楚，小聪明可都是有后果的，不是正道啊！遵守规范，是银行的生命啊！储户信任我们，把钱存在我们这儿，我们要是连资金的安全都不能保障的话，那各位是不是就显得很多余了？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的理念。只要我还管龙源行一天，那么就会坚持执行一天。重点，重点，下面说重点啊。近期呢，我可能要去总行工作啊，那有很多事情呢就交给了郑帅负责。大家要是有事找我，可以通过郑帅来约我的时间。好，合作愉快啊！干一个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，好不好？团建是吧？啊，喝了多少酒？没喝多少啊，走，咱进去聊。哎呦，真好。咱进屋喝多了，都没喝多，不，没喝多，走。哎。请。来，领导，请坐。哎，不用，你别忙活。我给你们倒杯水。大晚上的，二位还特意跑过来一趟，那本来应该是我去找你们的，这给我弄得还不好意思了。你现在是大行长了，我们过来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个今天夏总还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是行里同意我来代理总行的副行长了。
那咱就直截了当的讲，我知道这个位置我肯定是待不了很久，那我要查行李，从哪入手？那你二位得跟我说说呀。首先，上面不会轻易的动行李。一来呢，他毕竟现在是联众的董事长，如果你随便弄他的话，会造成储户的恐慌。二一个呢，现在没有确定的证据证明他收了哪些好处，而且他会把自己签过字的所有那些出了问题的贷款，说成是受了别人的蒙骗。像他这种干了一辈子的银行的人，精的能榨出油来。对。之前那个海外的账户，就是从海外的服务器转了那么好几回，钱只要一打出去，他这个号码就立马会变，那确实很难查。你玩游戏的瘾挺大呀！啊，那键盘上的字儿都让你磨没了。那打文件也是用它。你用3个方向键打文件，只要细心，总能看出破绽。要想拿到姓厉的把柄，得先得到和他往来的账户，然后一查到底。我之前一直在做这个工作，可我现在离开了银行，多少有点不方便，所以我想把这些关系留给你。好，你清醒吗？清醒啊！就拿纸和笔。啊。这些呢，都是曾经和我合作过的外国银行，有几个是我的个人关系。我之前的调查，最终的方向都指向一个海外的高净值账户。我怀疑和行李有关。这些邮箱，你一定要写清楚啊！哎，你想查什么，就尽管跟他们联系。记住不要打电话，只能通过邮件。放心。你干什么？这存 U 盘。不要。这内容这么多，抄到什么时候了？啊，这个时候还不信任我？那除非你也不干净啊，那我这就没办法了。你刚才说谁不干净？你大不干净。贷款额度完成的怎么样？行不行啊？对，1年得产。哎，林航来了。林航好，林航。哎，林航，林航。陈航走的时候有2笔款审完了，没签字，再不签字不行了。我们到了放款时间了。林航，年前退休老同志的福利安排，您签个字。哦，好。季度工作的总结报告需要您审批一下。好。这个你看一下啊。来，都给我，来。哎，行啊，我争取在中午之前签完。啊，好，行了，大家去忙吧，去忙吧。好，谢谢。辛苦林航。好，谢谢。林代理，今天下午2点。市里面有个金融工作会议，您需要出席一下啊。另外呢，您回来以后赶紧把明年的工作计划做一下，董事长着急要呢。我提醒您一下啊，董事长呢是非常。
这个看一下就行，不用签字。怎么样？这间办公室用着舒服吗？如果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顶楼邢董事长旁边呢还有一间大办公室，非常漂亮，你可以去那儿。那上面和下面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啊，你看看，我这今天是第一天来正式上班呀，这告诉我下午要去市里开一个金融会议，钱伯说让我给他交明年分行的工作计划，人力资源部说是要定退休老员工的福利待遇，还有曾百川，说要清查历史账目，必须要得到总行审计部门的授权。我刚进门不到5分钟啊，就这么多事儿？这以前陈新远也这样吗？老陈啊，他比你会躲。那这样吧，下午2点那个会议呢，我找人去帮你开。工作报告陈新远走之前应该是写出来了，我给你找找放哪儿了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报告拿到手之后，先别急着往上交，因为钱伯呢就是想用这些杂事儿占满你的时间。这个小子有的是馊主意。杂事儿？哎，我有权利召集总行的部门主管开会吗？当然有权利啊，很简单，一个电话的事。给谁电话？哎呀，这个事情赖我，是我工作失误，应该给你配一个助理。是你的工作失误呀！哎呀，可你不就是行长助理吗？行啊，你要是对我满意，那我就给你当助理。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坐，别出事啊！喂，钱秘书。林代理啊，刚刚电话断了啊。我知道您忙，分行那摊子事儿确实千头万绪的啊，都得靠您。但是您忙完了之后也赶紧上来一趟。董事长关于总行的事儿还是要跟你讨论一下的。放心啊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对，是没想到啊，这总行的工作量这么大啊，你们之前也是很辛苦。但是不是应该给我配一个助理啊？可是我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啊。祝峰山不是吗？祝峰山呢，他的确是啊，他这个分行助理做得非常好。但你也知道，分行那边事儿也多呀，他是忙不过来。我这思前想后觉得呀，你最适合。一呢是咱们俩熟，二是你对总行熟。要不然你就临时给我兼个助理，等有合适的人选了，咱们再换。钱助理啊，你去通知一下，下午1点钟，总行的所有部门主管来我办公室开会，也算是我跟大家熟悉。记住了啊，是所有部门。行了，去通知吧。真有你的，爽。钱主任，给我换个电话。另外，通知所有部门主管，下午1点去林强办公室开会。董事长参加吗？想什么呢？他什么身份？董事长给他列席，我去就给他面子了，滚！中山，我吃扁肠。哟，怎么不去会议室啊？真没有必要。是，咱也没那么多人。各位领导啊，我这个代理啊，就是一个过渡，让他们拉过来守个摊儿。那以前我来总行，各位是我领导，现在一样，只不过职责所在。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不够周全，还希望大家别挑我。钱助理，不是让你通知所有人吗？监察部没有通知到？监察部的2个负责人已经被解除职务了，
发生问虎集团那么大的事儿，董事长认为是他们工作失职，打算改组监察部。现在这个部门还在筹备。这个道理还挺奇怪的啊。监察部在的时候发现了问题，说明他们失职。那全国的公安、武警、法院都在呀，依然有犯罪，那这个责任还要让他们来担吗？您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问虎案这么大的事儿，差点把银行都给搞垮了。难道您觉得监察部没有责任吗？监察部有责任，那批贷款的人就没有责任了吗？问虎集团贷款问题牵扯到很多人，大家都有份，包括我。如果所有人都解职了，那银行还怎么运作？这是董事长的决定。您要是有不同的意见，您可以找他面谈。需要的话，我帮您约。不用，不需要。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都看过吧？入职的时候，一人发了一本，给大家念2段。32页啊。监察部，全称联众银行金融安全及人员纪律监察部。林代理，我们都是银行的老员工了，您不需要跟我们念这些东西。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您可以直接说，好吗？钱助理，行长讲话别插嘴。监察部为银行常设机构，对所有在职员工的纪律负有监督和检查的权利。如发现其违规行为，依情节严重，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纠偏，乃至联络金融监管部门处理。监察部独立运营，只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负责。这后面还有很多，我就不念了。说得很清楚吧？监察部面对的是所有员工啊，所有，那就包括董事长在内。监察部只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负责，解散和重组监察部必须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。我说的没问题吧？原则上面，如果银行某一个部门发生了重大的错误，那么董事长有权利停止他们的工作，并且更换部门领导，事后只需要在董事会上面报备就可以了。明白。啊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董事长有权利任意的更换部门领导，或者停止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，对吧？那董事长有这么大的权利，那银行出现了任何问题，就应该是董事长来承担全责呀。那为什么张龙虎案只有监察部承担责任呢？其他人就没有责任了吗？董事长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都会跟各个部门协商的。这里面的事儿，恐怕您不太了解吧？哦，这样，不是你早说呀，这差点误会了啊。那就是说，同意停掉监察部是在做各位共同的抉择，对吧？那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，当时都有谁赞成了？谁同意在张龙虎案把我们银行搞得风雨飘摇、狼狈不堪的时候，同意停掉监察部？谁？监察部不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吗？尽快把张龙虎案这颗毒瘤从我们银行里切出去。啊？没人承认啊？那就是和现实情况不符合呀。我提议，我们再进行一次现场的投票表决。我希望各位能够慎重考虑。
同意为了维持银行的信用，让监察部重返工作岗位的，请举手。少数服从多数。钱助理，麻烦你记录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，跟董事长做一个汇报。还有，通知监察部的人跑步前进，2点前到我办公室，恢复他们的一切职权。散会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不，天哪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么整2天，我这个心脏可受不了。哎，要不是您提前做了铺垫，那这些个领导举不举手还是另外一说呢。哎，一会儿啊，监察部来了，你得陪我。我当然陪你啊，不仅要陪，你要出力。当然，我是你的助理嘛。行，来，杜总，哎，喝水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哎呦，欢迎欢迎啊！叫林叔叔。哎，叔叔。哎，你好，这位是？我儿子，停职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家带他。今天没人看到，我只好把他带过来了。啊，没事，来，进来。来，叫伯伯，叫伯伯。伯伯好。你好，小伙子。握个手。几岁了？9岁。9岁了，长这么高个啊！哎，将来一定要超过爸爸。好。真棒，这大儿子。我让他在这旁边坐会儿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坐吧，小家伙。真好，这大玩手机。啊。行吗？平常也不让他玩。来，坐，好，坐。谢谢。来，小朋友啊，给你放在这儿了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林行长叫我跟老祝回来呢，我们俩心里其实挺感激的，但是我俩在身体上呢、精力上呢，可能害怕跟不上林行长的节奏。年轻人的节奏是吧？我都有点盯不过他。是，年轻有为，我们不行了。对，平常咱们工作也忙，没有时间在家陪老婆孩子。这次呢，我也想正好在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是，其实啊，董事长把我们监察部停了也是好事啊。我们确实不大适应现在这个工作节奏。工作了这么多年还不适应啊？林强行长交给你们的那包资料还在监察部吧？那包资料如果发生了被篡改、被销毁，就是说，如果发生任何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将来有人问起来的话，林行长一定会说这个东西是交到你们2个人手上的。如果问责，你们觉得有谁会出面替你们来承担这个责任？这种事情啊，往小了说叫渎职，往大了说叫配合犯罪。朱航说这话还挺厉害啊！生死攸关了嘛，我就是实话实说。一旦东窗事发，相关的责任人谁也逃不掉。我知道你们是希望能够安稳的退休，置身事外，不担责任，不趟这一滩污水。我也想，但是做不到。朱航，我们监察部呢是经得起考验的，这一点我们俩还挺有自信的。这次林行长把我们俩叫回来，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。烽火集团的事情呢，现在有公安部门在查。我们俩回来呢，
也没什么用。你也知道，不相信谁还不相信公安吗？哎，王总，我看你这个手机上的贴纸是猫猫侠。昨天儿子刚给我贴的。哦，林叔叔，你也看猫猫侠吗？我看呀。林行长看动画片儿。你可别小看动画片啊，它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猫猫侠，以前呢就是一个流浪猫啊，后来学会武功之后，行侠仗义，干了很多好事儿，后来就有很多人都喜欢他，是吧？嗯。林行长是什么意思？成年人的世界里没那么多英雄，一个人能坚持做对的事儿，就已经不容易了。可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爸爸是永远的英雄啊。对与错全都在你。林行长是什么意思？成年人的世界里没那么多英雄，一个人能坚持做对的事儿，就已经不容易了。可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爸爸是永远的英雄啊。对与错全都在你。钱助理，麻烦你一下啊，把监察部的钥匙给我送下来。还有，之前从监察部拿的东西，原封不动的送回来，给我打个报告，原因、用途写清楚了。我等你。这样吧，钥匙呢，我们自己上去拿。至于少了什么，到时候我们电话给您汇报。欢迎回来。那我先把孩子送回去。那你忙，行，好，好，忙。再见，宝贝。小朋友有空再来玩啊！拜拜，拜拜啊！再见。记住啊，多吃，长大个儿。那我们走了。再见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之前的调查结果都是有备份的，你们看了之后可别忘了告诉董事会。我们监察部没有吃白饭。明白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行李是个老江湖，陈兴远都搬不动的，你觉得他真的会让你骑在他的脖子上？我也从来都没有小看过他呀。我这是以快打快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钥匙我都交了，东西也都没问题了。有什么事儿一次性说完，别让人没完没了的给我打电话。林行长和陈行长送过来的黑包我们签收了，那现在没了。啊，对了，硬盘少了2块，16、17年的，没了。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是给你们盯摊的。行吧，我回去给你们查查，要找不到的话，你们就直接找董事长汇报吧。哦，对了，没有什么林行长，他就是个代理，你们俩都是老员工了，称呼上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哎，借。我哥要见你。我哥判下来了。这么快？基本事实清楚，当然快了。吴奇，
挺好的，入监比在看守所强。他自己也说了，现在没什么别的想法，就想赶紧进去。那他心情怎么样？哎，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。这无期一判下来，老婆孩子也就没什么指望了。从法律上来讲，认罪伏法是要赔偿的。这么大的金额，你让他拿什么赔偿？乖乖在里面待着吧。喂，小点声，我听得见。哎，师傅您还好吗？我还没入狱呢，现在是入监学习队。我现在视力不太好，也上年龄了。他们挺照顾我的，除了上课，让我管管园艺。啊，那挺好，挺好的。那您看我还能做什么？家里有什么需要，您跟我说，我全力以赴。不用。你帮他们能帮多久啊？我发现啊，天底下的罪就是自作自受。你看我之前拿了那么多好处都不知足，现在呢，每个月300块钱，一到周末，碗里多块肉我都能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不挺好吗？包括我现在种的郁金香，每天都能看着它们长大。要放以前，我根本就不会关心这些，所以你不用同情，啊，也不用做出这种表情，你这样反而让我不舒服，知道吗？咱俩现在就是隔了一道墙，没区别，啊？又怎么样？现在联中银行变局这么大，陈兴远是不是已经独立出来了？哦，还没呢。他的职务现在由我代理。老家伙挺高明啊。你做马前卒也要当心，这个位置跟你没关系，否则以后也会有落差。包括你自己，要学会自保，不能卷得太深。你不用搭理我啊，我这属于上岁数了，想得多，说的也多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里面年轻人还真不多，真的。我从进入到联众，就是您一路教我，一路提拔我。感谢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，以后我常来看您。郝伟对你评价挺高的，其实。他说他见过靠着工作上位的，也见过靠着工作弄钱的。但是像你这样，就喜欢干这件事的，他这辈子只见过你一个。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的吗？我说这是我徒弟。之前把你弄到龙源行被他修理，咱俩吵架让你下不来台，师傅欠你一个道歉，你要怪我。师傅，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这些事儿都过去了。把话说出来，心里就踏实了。你回去吧。师傅，再没其他话想说了吗？没了吧？哦，律师曾经让我回忆之前贷款的事情。我琢磨了一下，17年分行有一笔从上海转过来的楼市贷款，还有2笔楼市基金。哎呀，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批的了。
现在这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了。时间到了。哦，邢董事长让钱伯跟我道歉。你要知道，我不怪他。走了。饺子好了。来，慢点。啊，好。抱歉，久等了。鼓掌！啊，今天我可不白吃啊，给你们买了牛肉啊。这路上太堵车了，我着急忙慌，我会走。行。林行长还给大家买酒了呢。今天这个不用我 AA 啊，我全部买单，不够的话再去买啊。好，谢谢。来吧，让我们敬林行长一杯，这是我们龙源行的骄傲。不，等一下，你这龙源行的骄傲啊！你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有事了你就说啊！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那么强，我怎么敢啊？就是单纯的庆祝。你看你这话说的啊！你有事就说啊，不说咱这酒就不喝了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你一个人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战斗，多危险呀！那没团队怎么行啊？现在人事权都在你手里，那你是不是得带点人过去啊？安插心腹嘛，对吧？而且我们现在做柜员也没啥意思，那好不容易跟了个领导，那你一人得道了，我们是不是也得升一升啊？哎呀，你这自己几斤几两，心里没数啊？升？往哪升？不是上天啊？不是。佳明哥都说了，这驻行呢给你当助理呢，你觉得不方便，那是不是可以把帅哥调过去呢？我在顶帅哥的位置，而且我听说了，分行的副行长身体不好，一直治病，那是不是以后帅哥可以代理一下啊？我再给你当助理，再找个人顶我的位置，这不就可以了吗？你这算盘打的，人家要的是女助理。我其实就是个代理，你们还都当真了是吧？张佳明，你搞我是吧？没，领导，你这冤枉我。他们觉得我年龄大，知道的多，就老问我，我就说过一句：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别的我什么都没说。我连我能好好坐在这儿多久我都不知道，可能是明天，可能是今天晚上，我就会被带走调查。你们想跟我一块儿被调查呀？呸！说啥呢？真以为我升官发财了啊？我就是个过河卒子。命都不在我手上，别说那么吓人。吓人吗？我今天把行李搞了一把，这个报复会来得很快。还有，我去了趟监狱，见了钱财，钱财什么下场，你们都清楚吧？什么？行了，不聊这了，咱就是庆祝啊，单纯的庆祝，快，喝酒，庆祝，开心，来，不升官了，庆祝了是吧？确定吗？陈星远被带走了。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！对。最后一次啊！我说你约别人出来玩，你自己不能先练一练啊？老跟你这种臭棋篓子待在一块儿，我好不了了。那你教教我。来，是这么站的吗？肩膀转动，钟摆运动。看我干嘛？看球。下回我高低找你教练教我。你好好打球行不行？我不教你了。行，我好好打啊！你这是鸟枪还是球杆啊？不是，你还约我打球呢？就这水平？那我也没有实战经验啊。
平时这玩意儿我俩也就看个转播比赛，我俩就会打羽毛球，顶多在课桌上打打乒乓球，俩土狗。哎呀，一会儿都出汗了，补补水。跟你打球也挺没劲的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哪有什么事儿？我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出来陪你一天啊，咱就是吃好喝好玩好。你说咱们两家合作那么愉快，都没请你吃顿饭，不像话。我可没心情照顾你的主要任务。我这边是听说联众银行出事儿了，我上次让我过来看看什么情况，有什么能帮忙的吗？一看就是亲生朋友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你滚！有事儿快说。这不是林强去总行受批判去了吗？确实有个事儿要麻烦你。这什么账号？这个账号之前给凌处的女儿转过一笔800万的款项，昨天陈新远被抓了，我们有内幕消息，应该是他的关联账号。林强说你神通广大，能不能用你的关系网帮我们查查源头在哪，持有人是谁，这笔钱到底通过什么路径怎么过来的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他用的是海外服务器，是很难追踪到的，而且他们每次都可以临时生成一个新的账号，根本追踪不到痕迹。我们追踪不到，不代表你也追踪不到，你帮我们查查呗。给我个理由。这个账号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凌处长被约谈，连续用了几个海外服务器转过来的，昨天是第2次，下一次保准就到我跟林强头上，到时候咱们的合作就危险了。哎，干嘛去？哎，用不着这么着急。我的假期全被你们两个骗子毁了。夏卫，请你吃饭啊！大家一个月一个月的查，只要记录上有损坏和篡改痕迹的，马上更新。东西给你们拿过来了。哎，钱主任，稍等。杜总，拍照核对，让钱主任签个字。王总，不够啊！钱主任，东西少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帮你们看东西的，你们监察部自己弄丢东西，别赖我头上。清点一下，少了什么直接跟老大汇报。没关系，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有备份，就算您不拿过来也没事儿。哎，王总，你把16、17的账目单给我拿一下。好。账目单，对，查账呢？陈新远都进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怎么了？知道你还查什么呢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说是包公抓了5个嫌疑犯，其中有1个杀了人，包公呢就找了一间屋子，给里边搞得乌漆麻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屋子中间有口钟。让5个人分别摸一下，说谁是杀人犯，摸的时候这个钟就会响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给钟上涂满了墨水。有一位老兄心虚，手干净，杀人犯。绕这么大个圈子，你想说谁的手脏了？那我哪知道啊？林行长，这真的有备份吗？那我把单子拿给他签。签。这都刺刀见红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公安那边不还有呢吗？既如此，便如此。这是个临时地址，寄了也没用，一点证据都留不下。国际金融通道本来就复杂。他用的又是非法手段，你要是能追踪到，你可以换个工作了。就是这个银行，注册地址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，这笔钱挪了好几个国家，操作终端电脑是在中国。
这2个账号有关联吗？能证明关联关系吗？你把那最后6位数记下来，那是账号的身份证，我是没有办法证明，但是这个操作骗不了公安的，理论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号。来，你给我透个实底儿。林强到底会不会有问题？我们的合作到底是不是不安全的？你们联众银行还能撑多久？一句假话都别说，告诉我。还写着呢。自纠自查报告揭发陈兴远，对吧？人人都得过关。哎呀，不得不说这个钱伯啊，搞这种事情真是一把好手。写得怎么样？我看看。哎，你看看看看。陈兴远性格霸道，从不与人为善。不管私下关系多好的同事，只要打牌输给他，欠债永不许过夜。我总得写2句他的坏话吧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让钱伯那个小子把我揪出来，像训3孙子一样的训我，对不对？避重就轻啊！你这写了跟没写一样啊！陈兴远这个人啊，我认识他半辈子了，他身上什么毛病都有，就是钱这一块干净。真的吗？人可是会变的哦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好玩的事儿有很多。你比如像权力、自由、朋友，包括美酒。但是陈兴远呢，如果真的是想抓钱的话，他就不会出今天这个事儿。这句话你怎么不写啊？张龙虎找过你们吧？我陪着陈兴远跟张龙虎吃过几次饭。陈兴远觉得张龙虎这个人心术上面有问题，所以让我们躲着点他。心里给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才会出现像罗莎、钱财啊。你知道陈兴远为什么辞职吗？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分行了。你年轻，我呢给你一个忠告，别往这个网里钻。他们的能量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写上。什么？还有刚才那句话都写上。你藏在心里有什么用啊？别看我年轻，听我一句劝，咱们都别怕。现在该怕的人是他们呀。所有守规则的人都这么想事情，才会出现这些老鼠屎啊。那最坏的结果，无非就是没有退休金嘛。你以为你不这么写，他们就能放过你？你写上，将来还能留个证明。我这个不能听你的，我老了，见过的事情太多了。老就厉害吗？老就聪明吗？老就未卜先知吗？朱浩，上级领导已经接手这个案子了，所有和问虎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儿都会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包括我在内。你到这会儿了还含含糊糊做人啊？你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？他行李为什么要这些材料？不就是交上去加深陈行远有罪的印象吗？他甚至会伪造证据啊！你还这么写，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？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今天我头一次在你的小嘴巴里边看到了2颗漂亮的大象牙。哎，我服了！你们这些人就喜欢拿着一个老前辈的姿态啊教训我。啊，行，刚好，现在我是代理行长，我也教训教训你们。哦，好。
刚才这些话跟下面分行的领导都讲清楚，人人过关和人人不过关效果一模一样。没时间再做伪证了，也没理由再说假话了。受教。拜托了，拜托。哎，老张啊，祝航，没事，你们坐你们的。朱总，林行让你过去一趟。林行？那个代理啊？啊，带好你的自纠自查报告啊，我在外边等你。代理行这儿叫我也得去啊！你们接着干啊！曾总，你这个材料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呀？还要补充？林行长，您是代理啊，知道吗？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如果不预约的话，您连这个门儿都是摸不着的。没错，那是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不预约，的确连这个门都摸不到。您别生气啊，您是我们银行的老前辈了，在银行工作了这么久，跟您请教个问题。我的理解是，我们银行人都要服从于数字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不存在什么人际关系方面的事儿。你资料里边写了陈行远陪着张龙虎吃饭，啊，多么亲热，多么暧昧，最后还接受了张龙虎的礼物。从此之后，分行里问虎集团的项目就一路开绿灯。可我怎么记得分行有很多问虎集团的项目是总行交办的呢？啊，还有，你说陈行远多次为问虎集团提供非法贷款担保，这个很好。但您是不是忘把证据写进去了？您是查账出身啊，分行里的那么多数字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可在这个里边，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，也没有证据，你就这么写，不合适啊。这么替陈行远说话，你怎么不去替他讲？我是一个金融界的工作者，那都是基于我的判断，没有什么好质疑的。那我没有质疑你，我也澄清一下啊，我没有为谁说话。自查自纠是正常的工作流程，也是针对陈行远出事之后分行做的一个自我检讨。跟您说实话，这个材料不是给我看的，也不是给行里看的，是给政府的管理机构看的。您要是觉得没问题，我更没问题。您可千万一个字儿都别改，我马上就提交上去。哦，我师傅他是无期徒刑，好像。林行长，你会不会做代理啊？啊，你是来解决问题还是制造困难的？那个老曾，千万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其实特别理解你，作为一个旁观者呢，我想也是啊，这个陈行远这么一闹吧，大家都火大，是吧？没必要跟林行长这么嚷嚷。我不是跟他嚷嚷，你想林行长一句话，那我们忙得和那什么似的，资料要那么紧，我们时间不够啊。我特别能够理解你，是吧？那个林行长，我觉得也是啊。要不这样，您看您把那个资料拿回来，让那个老曾，不，我跟那个曾总一块儿把它补充的更详细一些，你看行不行？啊？林行长，要不这样，我替老曾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，我替老曾给你道个歉，好吧？
你干嘛替我向他道歉？啊？老张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不能够瞎站队。你什么意思？出了这种事情呢，人人都想自保，对吧？其实自保只有一种方法，你拿钱了没有？是我知道，你要没拿钱你就说真话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说你看不清楚这一点，那你就真是糊涂了。我主要是看不惯那小子，哎，来了之后让我们干这个干那个，他就是个代理。你等度过了这个阶段，你想看不起谁就看不起谁。你听那小子的，我听我自个儿退休金的。我可不想到了这个岁数还进监狱里待着去。嗯。你给他弄老实了？什么叫我给他弄老实了？明明是你给人弄老实的，好不好？你瞧你把他给吓的。哎呀，其实这个人呢，我了解，表面上你看他张牙舞爪，但是骨子里边还是虚。下次我听你的啊，就笑眯眯往那儿一坐，盯到他发毛为止。你别说啊，在这个位置上你再坐2天，真的就4模4样。嗨，可拉倒吧！我就是担心行李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我现在心里面啊，恨不得你有1万种的死法。你以为我老老实实服软就不死了？你们当时让我做这个代理行长的时候，我就想清楚了，要么辞职走人，要么进来大闹一通。只要他邱之章不把我挪开，行李就等着头疼吧。甄心远被抓，老邱一直没有态度。没态度可能也是一种态度吧。他是有侥幸心理吧？一方面防着行李把门关上，扯一堆窟窿；另外一方面，又希望他没大事儿，能平稳过关。给你看个东西。嗯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呢是火箭地产2016年的财务报表。你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2017年他们公司的股东表，其中有2家公司和问湖集团都是有关联的。这2家公司把注册资金一下子拉这么高，怎么做的贷款呢？新股东没有进入之前呢，他在联中银行贷款了1亿7千万，股改之后，贷款增加到7个亿，10年期。这贷款谁负责？打上红标给我查，名下连1家房产项目都没有，啊，还敢继续放？给我查！他要是有1间办公室，我都算他厉害。来，再看看这几个，更离谱。我们已经打上红标了。可总行还是放行了。你标注了多少家高危？11家。但我不能100%确定他们都有问题啊。我现在只能确定的是，他们跟问湖集团都有关联，其中有7家是认定的呆账，但没有列入问湖集团的诈骗金额中，剩下的都还在按时还款。你猜我还发现什么了？什么？其中有4家的还款账户是从同一家银行打出来的。查不到1家境外银行，我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关联性啊。但这绝对概率高危啊！之前监察部给经理汇报过，经理就是从那个时候着手开始解散监察部。就是这样，你也办不到的。老爸，今日下班，咱一起回家。
一起回家。奶奶没遇见你啊？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你上班的地方。你在爸爸上班的地方，我怎么没见到你啊？你当然看不见我，我在钱叔办公室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在那儿等着爸爸啊，我现在过去接你啊！啊！老爸。啊！王总来了。我看孩子放学没人接，所以就顺路给你带过来了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我知道你们最近忙嘛，忙着帮林强查烽火集团的账目呢。对，是。把东西放下，爸爸。来。爸爸跟钱叔叔说点事儿，你自己在走廊上等着我，别乱跑。好。啊。孩子挺听话的，问什么说什么。刚才噼里啪啦的把你们家情况都跟我说了一遍。孩子还小，说的话你别当真。哎，不会。哎呀，你说林强这个人真有意思啊，明明是个代理，把自己搞得跟真事儿一样。你们也陪着他瞎胡闹。我说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们那么听话呢？他呢，也算我的上级领导，吩咐下来的任务呢，我也没办法推脱。啊，理解，大家都一样。你我都在银行干了那么久了，我也知道，你是最认真、最负责的那个。这回银行呢，确实出了很多问题，大家心态上面有些急躁，所以解散监察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希望你不要记恨啊。没有记恨，没有记恨。我们监察部服从总行的安排。对呀，大家都是为总行服务嘛，对吧？但我们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就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林强是为陈新远卖命的，陈新远都进去了，你们还把账目拿给他，你不怕他出事儿吗？钱主任，那个黑包，很多上账面上是一回事儿，事实上是另外一回事儿，主要看你怎么解释。这个道理不用我教你吧？咱们董事长为了银行兢兢业业干了那么多年，他没有亏待过谁吧？但有些人就想着另立山头，想搞分裂。你说好好的这么一个家，要这么拆了，合适吗？哎，王总啊，还有个事儿，你们监察部丢了东西是吧？但是丢了东西为什么要找我签字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林行长要求拿回来了一批材料当中有一批遗失的，当时是我们签收的，丢了呢，不得不留个证据，所以他让我。东西是拿了，但是拿回来我就放在办公室里边，原封不动的又给你们送回去了。你们现在逼着我签这份东西是什么意思？让我自己承认东西是我拿的？但我没拿，你们也没有证据吧？你说这字我该不该签？我回去跟他再解释一下。好啊，那辛苦你。跟杜总也说一下，你们工作认真是好事儿，但是怎么也得把方向先搞清楚，才能把事儿做成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今天麻烦您了。哎，夏总，
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找林处长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哦，就那个账号，我查出些问题。再就是我想来问问陈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那你来巧了，自己进去问吧。哎，来，过来喝茶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觉得我应该在哪？你不是进去了吗？我是配合问询，懂吗？哎，你是不是以为他就这么一直在里面待下去了？哎，不是，这出来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其实我今天来呢，也是因为陈航。我查了半天啊，发现之前给陈航账户上还有给乐乐账户上打钱的应该是同一个账号。哦，这个啊。你的人神通广大呀。也没有，之前陈航给我介绍了一个关系，我用那个关系又核实了一遍。我那是提前布局，关键是我知道，只有你能配合我。哎，你以为有这关系查起来就容易啊？哪跟您一样，这进进出出的那么简单？那之前林处长进去之后还待了很久呢。上次被约谈啊，确实，一开始我很紧张。好在纪委同志看了我提供的材料，还是选择相信了我。局里和公安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，委托我尽全力协助配合调查，方便他们接下来铺开更广泛的搜查。张龙虎问题牵扯面太广，他犯罪时间长了，他们要自己不暴露，有时候查起来你还真困难。所以后来领导们就想出了个办法，敲山震虎，逼他们自己犯错。这不就把账号给逼出来了？敲山震虎啊！